神秘研究实验室，超能者无情追杀，变种人军团互殴，究竟谁是最强王者？魔女再现风云。中学校车之上，所有同学都沉浸在出游的快乐之中，可唯独一人呆呆地坐在窗边，无所适从。待到同学们都玩累睡下，女孩却发现前排大叔一直盯着自己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果然校车脱离原定轨道，来到了一旁小路。随着一道厚重铁门缓缓打开，他们竟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采矿基地。前排的大叔简单来了个眼神交流，下一秒他们就戴上了防毒面具。一颗麻醉弹随即被扔到车内，同学们惊恐万分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却被劫匪用武力拦下。只见其中一人来到女孩身边，将她扛下车后，另一群劫匪就冲了上来，给校车来了个大清洗。待到女孩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了实验室的病床上。电视上正播报着校车出事的新闻，而一旁正是研究者白博士。原来女孩竟是最初的超能力者，现在她怀有身孕，两位白博士准备利用她的基因，创造出更多的强大个体。多年以后，一个神秘团伙闯进实验室，对这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。待到他们离开后，女孩茉莉突然醒了过来，看着周围的一切，她并没有感到惊讶，而是淡定地拔掉身上的针管，光着脚丫离开了这里。来到实验室外，周围已经是冰天雪地，女孩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就在这时，各种奇怪的声音传来，女孩瞬间头痛欲裂，而周围的事物也发生了变化。待到女孩再次清醒，已经来到大马路上，忽然一辆汽车疾驰而过，差点当场报废。对方一看女孩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直接将她带上了车。原来这是一群黑帮成员，他们还劫持了另一位女孩荷花，想要霸占她的农场。可荷花誓死不从，不断和黑帮周旋。看着茉莉可怜的样子，荷花开始为她说话，想让黑帮众人放过女孩。可这样的言语无疑惹恼了他们，他们开始对女孩动手动脚。荷花想要阻止，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。这下女孩彻底忍不住了。等到荷花再次醒来，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却看到茉莉蹲在了男人身边，准备将他就此解决。善良的荷花连忙上前阻止，并拿出了男人的手机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做完这些，荷花拔腿就跑，可没走多远他就停了下来。看着救了自己一命的茉莉，他还是没能狠下心，拉着茉莉的手逃到了一边。联系了自己的兽医朋友后，两人准备离开这里，可不料茉莉鼻血喷涌，没走2步就倒在了雪地之中。荷花将她带上车，一路来到兽医手术室。让兽医没想到的是，茉莉的体内竟有如此多的弹片。简单处理过后，兽医看向 X 光片，总觉得茉莉身体构造有点不对劲。再次转过头，发现茉莉伤口竟然自动愈合，这让他惊讶不已。他将女孩的事告诉了荷花，让她一定要慎重选择，因为这样的人会给她带来无尽灾难。可这根本不能动摇善良的荷花，他还是选择将女孩带回家，回到了那个黑帮成员惦记的农场。看着能够切换的 LED 广告牌，茉莉倍感震惊。来到屋内，里面竟有一个男人，他是荷花的弟弟，两人从小就爱拌嘴。看着姐姐狼狈的模样，弟弟想要教育她一下，可没想到茉莉出手了。荷花见状，连忙让女孩松开，生怕就此少了个弟弟。很快，荷花就做了一桌可口的晚餐，看得茉莉直咽口水。但即使如此，她还是没有开动，甚至表示自己不饿。可等姐弟吵架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大快朵颐。等到荷花完事以后，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。而此时，某处教堂内，一个帅气的女人捡起手枪，解决了地上苦苦挣扎的超级人类。等到队友胡子前来支援，女人已经恢复如初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回到住所，女人徒手抠出子弹，毋庸置疑，她也是位超能力者，而且还是第1代。只不过现在她并没有为实验室工作，而是成为了一名雇佣兵。很快，她收到了白博士妹妹的邀请，让她出手干掉实验室幸存的女孩。原来这个女孩就是用当初怀孕女人的基因进行培育的超级人类，能力相当可怕。这样的人存活在世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威胁。为了能让他尽快找到女孩茉莉，博士还给了月姬一个特殊装置，能够搜寻到附近的超能力者。可还没等两人走出多远，就发现身后有人跟了上来。胡子凭借出色的车技轻松骗过对方，接着趁其不备，一溜烟就撞了上去。来人正是月姬的老东家，为了报复找上门来，两人也都是超能力者，一场大战就此展开。虽说几人等级都是一样，但要论实战经验，胡子哥可比两人强太多，1打2更是完全不在话下。解决完复仇者后，两人继续上路。可就在这时，月姬的特殊装置突然亮起了红灯，这也就代表茉莉就在附近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车队来到荷花农场，正是之前的那伙黑帮。这次是由他们的老大带队，势必要夺下这里。强硬的荷花拿起猎枪反抗，想要逼退众人。可这哪里能吓退这帮人？他们直接上前劫持了荷花，还将出门帮忙的弟弟暴揍了一顿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被屋顶的茉莉看在眼里。看着茉莉想要跳楼的模样，黑帮可吓坏了，连忙劝她不要冲动。可茉莉根本不管，直接迈开了腿。待到众人再次抬头，茉莉居然毫发无损，站在原地。
黑帮众人都懵了，可在老大的命令下还是冲了上去，但下一秒茉莉一耳光一个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接来到了老大跟前。这一段操作直接给老大吓趴在地。就在茉莉准备解决掉他时，荷花连忙冲了过来拦住了他。就算他再恨黑帮众人，也不想让茉莉再次沾染鲜血，狠狠将黑帮老大揍醒后，让他们离开了这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姐弟两人对茉莉照顾有加，甚至还带她逛起了超市，各种美食让茉莉仿佛来到了天堂。荷花接到兽医朋友的电话，原来黑帮众人农场惨败后找到了兽医，了解到了茉莉的来历，还将兽医痛打一顿。就在荷花安顿好兽医准备离开时，胡子他们却找上了门。他们给荷花看了茉莉实验室的视频，直言他是个杀人犯，想让荷花交出茉莉。而另一边，一群来自上海实验室的2代超能力者也在寻找茉莉的路上。之前攻入茉莉实验室的神秘人就是他们，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茉莉竟然还活着，他们不允许有这样的失误，所以决定将他再次抹杀。很快，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黑帮老大的办公室，在几人的一番逼供下，成功得到了茉莉的位置。而此时的茉莉还和弟弟在屋顶观看着金多美的视频，两人甚至聊到了出去游玩的事，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到来。为了彻底解决茉莉，女兵月季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了农场外，准备等到荷花姐弟离开后直接炸掉此地。可荷花并未逃跑，而是让弟弟送走了茉莉。另一边，上海实验室的4人组也和黑帮赶到了这里。荷花拿出猎枪准备应战，却被黑帮老大直接一枪带走。与此同时，月季的导弹也拍马赶到。其中一位超能力者看向了远方，知道有第三方的介入，于是拔出双刀就追了过去。很快他就找到了隐藏雇佣兵的位置，两人一言不合直接开打。并且女人还觉得不过瘾，故意放水继续挑衅对方。雇佣兵不讲武德，女人在空中反复横跳，最后上演终极绝杀。本以为就此解决，可不料对方还有伏兵。月姐和胡子也来到屋顶，巡视了一圈后，并没有找到茉莉的身影。而此时的黑帮老大在杀掉荷花之后，还想解决掉弟弟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月姬及时出手，成功救下了他。看到新的对手出现，2代超能力者也不再掩饰，准备腾出战场，来场终极猎杀。此时的茉莉也终于从爆炸的余波中醒过来，起身后的她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想起姐姐的日常点滴，胸口不由得痛了起来。看着天外的焰火，决定立刻返回农场。被伏击的双刀超能力者出现，他拖着雇佣兵尸体准备回去邀功，碰巧遇到了落单的茉莉，直接就拔刀冲了过去。另一边，月季看着姐弟俩的尸体，心中怒气攀升，拔出刀就要解决黑老大，却被2代超能力者制止。2人开启肉搏，月季毫不示弱，很快占据上风。奈何对方多出1人，月季直接成了活靶子。眼看就要被一枪爆头，胡子醒来一个箭步救下月季，但此时的两人早已是强弩之末，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就在超能力者准备清理掉两人时，茉莉终于回来了。看着荷花姐弟的尸体，茉莉彻底爆发，径直来到黑帮老大身前，一脚下去，瞬间让他生不如死。2人还想反抗，可在茉莉面前，他们的战斗力根本不值得一提。只见茉莉仅是盯着对方，就让他开始了自残。可这样的伤势，对方很快就会复原。茉莉也不再留情，直接用意念让他身体变形，拎着头发轻松扔了出去。而那位断手男子还以为自己能有多牛，摆起架势就要蓄力大招。可这一切在茉莉眼中完全就是浮云，直接叫他重新做人。漫天的砂石直接将男人包裹，慢慢侵蚀着他的身体。待到茉莉不想玩了，直接给他脑袋搬家。看到这儿，最后的2代超能力者被吓坏了，连忙开始向后倒退。可就在这时，车灯突然亮起，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终于登场了。来人正是1代魔女金多美，她还是那个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女人连忙向她汇报，可不料金多美直接发话，茉莉其实是自己妹妹，随后就将女人瞬间秒杀。原来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想要治疗超能力带来的后遗症，而茉莉则是唯一和母亲有心灵感应的人。起初她并不相信茉莉是自己的妹妹，但通过一路的见证，她现在完全相信，因为只有自己的同胞才能够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。趁着茉莉为荷花姐弟祷告之时，金多美直接将她迷晕，带上车离开了这里。不久之后，月季和胡子也终于醒了过来，与军团成功会合，他们准备一起合作抓捕茉莉。